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小城大事收官，演員評分出爐，趙麗穎6.7分墊底，黃曉明位列第5。小城大事這戲播完了，一共40集，最後那幾集看的人心裡不是滋味，有人看了會笑，有人看了想哭。戲講的是城裡的事，年頭播的，現在算放完了，別的台可能還會重播吧。故事最後，粵海那個地方變了，它不再是鎮，成了市，住在那兒的人數一數過了50萬。以前總說人民城市靠人民來建，現在看這話落到了地上。鄭德成沒繼續幹下去，他退了下來，李秋平留下了，他成了粵海頭一個市長。後來兩個人又碰面了，他們說了句再見，裡頭門。就這麼一句話，把整個故事的感覺給兜住了，別的什麼也不用多講。林東福的事想起來就難受，他為了弄清楚工程用的水泥合不合格，大冬天直接跳進海裡取樣品，後來肺出了毛病，人就這麼沒了。每次看到這兒，眼睛都發酸。解春來和高雪梅那邊把話說開了，又在一塊兒過日子了。譚光明找回了分開很久的媳婦，之後工作也不幹了，回家守着老婆孩子。故事裡這些人，有的把該做的事做到底，有的選了家庭。日子嘛，就是這麼過的。那些人物上上下下的經歷，差不多就是張圖。這圖裡頭畫的是改革開放頭幾年的事，農民自己動手蓋城市，場面挺大，也挺有人味兒。要說年代劇拍得好不好，演員下沒下功夫很關鍵。小城大事這劇大家愛看，就是因為演員和角色都挺對路，兩邊都幫上了忙。劇已經放完了，有人給裡頭的演員演技打了分，分數剛出來，咱們就瞧瞧這分和觀眾琢磨的是不是一回事。秦俊傑排第7名，他演的那個角色叫杜濤，評分只有5.7分。杜濤在故事裡幹了一件事，他把粵海建設的情況給報道出去了。這件事讓粵海這個小地方一下子出了名，很多人開始關注這裡。鄭德成他們本來在粵海幹活，李秋平也是。杜濤的報道一出來，他們的事情就不好辦了，工作變得很麻煩，所以秦俊傑得了最低分。這個結果看起來挺正常的，沒什麼好奇怪的。杜濤是個年輕人，他做事有點急，不太穩當。他對新聞工作有熱情，但看事情不夠準。秦俊傑演這個角色，只演出了莽撞的部分，角色心裡那些矛盾，還有後來的變化，都沒怎麼演出來。這種角色本來能演出更多東西的，秦俊傑的表演讓人感覺不自然，他的表情和動作都顯得很僵硬。不管是着急的時候，還是後來心裡覺得過意不去，臉上都看不出什麼變化，手上的動作也沒什麼特別的。觀眾本來期待他能演得更好一些，這是一部制作很認真的劇，年輕演員在這種劇裡通常能鍛鍊自己，但秦俊傑這次沒做到這一點，他的表現讓一些人感到失望。趙麗穎演的李秋平排第6，評分是6.7分。這個角色最後收場還不錯，算是劇裡讓人舒心的一處。他是從法國回來的大學生，剛當幹部那會兒，去選鎮委書記沒選上。開頭做事光知道照本宣科，沒什麼實際經驗，老是行不通。後來不一樣了，能擔起責任，也能處理事情，變成了一個靠得住的領導。他最後把工作都做好了。鄭德成不幹了以後，他就沒走，人留在粵海鎮了。後來鎮子變成市，他當了頭一任市長，還是他領着這個市往前走。趙麗穎那個位置，不少人看了都一愣，
他演戲大家是認的，有本事人也紅，好些戲都成了大家老說的那種。可這回名單上他名字在後面，這個分數擺在那兒，說明表演上確實有地方沒演到位。李秋平這個人，他讀過大學，還在國外待過，他身上有那種讀書人的樣子，做事不慌不忙的，但他又不是光會讀書，做起事來也利索，心裡有主意，遇到事情能穩住。他這個人就是這樣的。趙麗穎演了個叫李秋平的角色，這角色是個知識分子，得演出那種沉穩的感覺。但趙麗穎以前演的那些人，像盛明蘭，還有許半夏，都是另一種樣子。那些人身上有股子草根的韌勁，能扛事兒，跟李秋平完全不一樣。他在劇裡使勁了，想演出幹練，可看着吧，就是少了點那種讀書人的儒雅味道，情緒表達不夠有層次。李秋平這個人物的成長過程，在整部劇裡都能看到。一開始他顯得青澀，性格也固執，後來他有過迷茫的階段，再往後就變得沉穩了。他的情緒應該是一點一點轉變的。他和黃曉明扮演的鄭德成對戲時，兩個人之間看不出什麼火花，他們的關係是搭檔，互相幫助，也算亦師亦友。趙麗穎和黃曉明在戲裡的對手戲讓人感覺有點生分，他們演的是工作夥伴，該吵的時候吵，該和好的時候也和好，但兩人之間的那種客氣勁兒一直沒下去，角色之間本該有的默契沒太看出來。這倒不是說趙麗穎不會演戲，問題可能出在她這次接的角色上，那個角色本身的調子跟她本人給觀眾的印象不太一樣。她演的時候有些自己用慣了的處理方式，沒能完全收住，最後觀眾給這場表演打了6.7分，這個分數擺在那兒，意思挺明白的。大家現在看戲，對趙麗穎這樣公認會演戲的演員，眼光更挑了。黃曉明演了個角色，排第5名，他演的那個人叫鄭德成，觀眾給了8.2分。這個鄭德成是整部劇裡最要緊的人物，他是有真實原型的，原型那個人叫陳定模，在龍崗那邊搞城市建設，挺傳奇的。戲裡頭，鄭德成是粵海鎮的書記，這人是從基層幹上來的，做事很實在，他對下面老百姓那些事特別清楚，辦法也多，都是土辦法但管用。他有個主意，說城市的靠大家一起來建，他就帶着粵海鎮的人慢慢弄，最後真把城市給建起來了。故事最後，他做到了以前說過的事，粵海那裡住了50萬人，從鎮子變成了城市。做完這些，他就離開了，要走了，離開自己弄出來的地方，心裡有點放不下，但更多是覺得挺好。這麼個結尾，和這人平時的樣子對得上，現實裡那位差不多也是這麼過來的。這麼一來，這個角色看着就更真了。黃曉明這回演戲不一樣了，他演了個基層幹部，那種故意耍帥的感覺沒了。他這次沒把自己當明星，走路說話都像真的在村裡幹活的人，衣服也穿得舊舊的，別的方面也差不多那樣。戲是演完了，看完了覺得也就那樣，沒到讓人拍手叫好的地步。鄭德成這個人是從基層一步步幹上來的，他身上帶着種土地裡長出來的實在勁兒。黃曉明在戲裡穿得簡單，說話辦事的樣子跟那些天天在村裡鄉裡跑的人差不多，他講話的調子，他處理事情的路數都像那麼回事。有一場在工地幹活的戲，他弄得滿身是土，那股不認命想往前衝的勁頭，他算是抓住了。這個算是他這回演的最像的地方。黃曉明演的還行，但問題也擺在那兒，他演那個叫鄭德成的，是帶頭搞建設的，這種人的有一股子衝勁，遇到麻煩也不能輕易認輸。
可黃曉明沒把那股子勁兒演出來，就是那種敢把舊東西推倒了重來的感覺，他沒演到位。所以這麼一看，他這次演的算過得去，比大家原先想的可能還強那麼一些。但要是和別的幾個會演戲的人放一塊兒比，他的表演就顯得平常了，沒什麼特別出挑的地方。耿樂排第4，他演的那個林東福最後拿了8.8分。這個角色挺讓人心裡不是滋味的。林東福在鎮裡管拆遷和蓋房子的事，他這人吧，特別喜歡琢磨建築，性子悶，做事穩。粵海鎮能建起來，他出了大力氣，自己倒沒怎麼滋生。他最後那一段戲，好多人都看哭了。事情是這樣的，粵海建築工程用的水泥可能不對勁，他得去查清楚。海裡的水特別冷，但他還是下去了。他要拿到樣本，證據是拿到了，可他在冷水裡泡得太久，肺出了大問題，後來沒救過來。粵海那邊搞建設，他是其中一個把命搭進去的人。耿樂那個角色，觀眾打了8.8分，分數排在第4位，大夥兒覺得這個分挺實在的，甚至有人講分數還能再高點兒。耿樂演這個人的時候，整個人都鑽進去了。林東福那種老實巴交的樣子，還有他光做事不說話的那股勁，全給演出來了。戲裡頭，林東福沒幾句台詞，他幹活總是第一個上。工地上那些事，他跟着工人一塊兒弄。拆遷那陣子，他一家一戶去跟人談。耿樂演出了這個人身上的實在和勤快。觀眾看了會覺得這個角色身上有股熱乎氣兒。耿樂演這個角色，情感給鋪了好幾層。林東福這個人不光會辦事，他也有普通人的那些心思。他喜歡孫小燕，那種喜歡吧，到了他這個年紀，有點不好意思，但又挺真的。後來兩個人想法合不到一塊，就分開了。耿樂演這段的時候，那種沒辦法又放不下的勁兒都出來了。這麼一來，這人就顯得更實在了。耿樂演林東福死的那段戲確實厲害。他下海去取東西，水太冷，人一直在抖，可他還是把事做完了。從水裡出來，他走路都走不穩，你看他那樣就知道他難受。後來他在睡覺的時候沒了，觀眾看了心裡不好受，覺得可惜。這種演法是一點點來的，不吵不鬧，反而更讓人記得住。陳明昊拿了第3名，他演的那個角色叫解春來，分數是9分整。這人最後結局挺好的。解春來在粵海那邊做事，算是個基層幹部，平時愛說愛鬧，嘴上沒個把門的，看着不怎麼靠譜。但那是表面，他這人心裡頭想的挺多，做事也靠得住。鄭德成要搞建設，解春來幫了他不少忙。他離婚了，跟高雪梅外頭轉了些閒話，倆人鬧了誤會。那陣子他整個人都垮了，情緒掉到谷底。有一回，他摟着鄭德成和譚光明就哭開了，眼淚止不住。這事兒讓看戲的人都瞧見了，原來他也有扛不住的時候，心裡頭也軟。後來那些話都說清楚了，是假的。他和高雪梅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，誤會沒了，他倆又在一塊兒了，還是回粵海那塊地方，接着幹他們的事兒，日子照常過下去。解春來這個人後來也變了，他跟着粵海那塊地方一起往前走。現在他辦事更穩當了，想事情也更周全。他還在原來的位子上待着，沒挪窩。該他幹的活兒，他照樣幹。給粵海那邊幫忙的事，他也沒落下。這麼個收尾，跟他這人原本的脾性對得上，看的人覺得這樣也行，心裡頭挺舒坦的。陳明昊演戲挺有本事，他演的那個解春來，讓人覺得就是街上能碰到的那種人。解春來這人嘴是贫，
但腦子清楚。本來講造成的事挺沉的，他一開口，氣氛就鬆了點。到了要緊關頭，這人靠得住。陳明浩把這點演出來了。調查組找鄭德成談話那會兒，他一點沒猶豫就站過去了。他幫着找人，幫着遞話，前前後後的忙活。李秋平是上頭派來的，剛來的時候，他臉上一點笑模樣都沒有。後來事情一件件辦下來，他瞧見了真本事。他那個大拇指是打心底裡豎起來的。陳明浩把這種變化演出來了。一開始不信，後來服了，過程看着不彆扭。這麼一來，這人就顯得更實在了。他和高雪梅之間的事，一開始挺好的，兩個人那時候在一塊，看着就挺親近。後來不知道怎麼就鬧了彆扭，誰也不願意先開口，心裡頭都憋着股氣，那種感覺挺難受的，就是覺得空落落的。再往後，兩個人總算把話說開了，把事情弄明白以後，反而比以前更知道對方重要了。這中間的心情，每個時候都不一樣。演這個人的演員叫陳明浩，他臉上那些細微的動靜，還有他手腳怎麼放，都跟着心情在變。這麼一來，看的人就很容易明白那個人物心裡頭到底在想什麼。他那些動作不大，但意思都傳達到了。觀眾看了就覺得那感情是真的，不是演出來的。最後他坐在那兒，什麼也沒說，就看着遠處。朱媛媛拿了個第2，她演的那個高雪梅評分有9.2。整部戲看下來，觀眾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女的。她開了個印刷廠，叫春梅印刷廠。那是80年代剛開頭的時候，好多人都開始自己幹點啥。她就燙了個那時候時興的頭髮，捲捲的，像波浪一樣。別的方面嘛，她這個人膽子大，認準了什麼事就非得做成，有一股子傲勁兒。她最後什麼都挺好的。一開始做生意什麼規矩都不明白，鬧出過抄襲的事，也違反過規定。後來慢慢就懂了，公司也做起來了，跟解春來那點誤會也說開了，兩個人又在一塊兒了。現在他生意做得不錯，感情也挺好，在粵海那邊搞建設也算1號人物了。這麼一個人物變來變去，倒是讓人想起那時候不少女的都這樣，自己出來闖，挺能扛事的。朱媛媛拍戲的時候身體就不舒服，她一直堅持到整部戲拍完。這件事說明她對待工作很認真，很多人覺得她演得特別好。她的表演能當成例子來看。一開始那個角色做事有點衝，她不太明白周圍是怎麼回事。後來這個人就慢慢變了，她變得安靜下來，也懂得更多了。看戲的人能看出來這些不一樣的地方。最後幾場戲裡她話不多，就坐在那兒。印刷廠被要求停掉，因為有些地方不合規定。李秋平讓他先別幹了的改好裁行，他心裡很不痛快，覺得這事不對。後來他自己去找文件看，學那些條條框框，把廠子裡的事一樣樣按規矩弄好。朱媛媛把這個過程演出來了，看着沒覺得彆扭。鄭德成那邊出了事，廠子的錢轉不動了，他硬撐着沒放手，看的人也能明白那種難處。朱媛媛演的那個和解春來鬧彆扭的戲，好多人都看了，她演的讓人心裡也跟着難受，覺得那角色挺真實的。評分到了9.2，這分數不光說她演得好，也說明她拍戲確實下功夫。於海磊拿了最高分，他演譚光明，分數是9.8。譚光明這個人，最後結果挺好的。他在劇裡管鎮上的錢，做事特別仔細，一點錯都不能有。頭一回露面那會兒，他看見政府院子裡的橫幅寫錯了字，馬上就說了。這個事兒，好多人看了都記得。他做事很仔細，這種仔細讓粵海避開了2次麻煩。上面派了人來查賬，
一共查過2回。他每次都把賬本拿出來了，賬本上記得很清楚，錢怎麼來的，又怎麼花的，一筆一筆都在上面。靠着這些記錄，粵海那邊就沒再被追問。事情快結束那會兒，譚光明要管一個很大的項目，項目涉及的錢很多，有1億5千萬。他有點擔心，怕自己管不好，覺得粵海跑得太快，自己跟不上。他後來碰見了早就走散的老婆，這事定了以後，他就把工作給辭了。現在他天天待在家裡，跟家裡人一塊兒過日子。走的時候，場面挺安靜的，可看的人心裡頭都暖和起來了。大夥覺得這人挺有人情味兒的。鄭德成過來抱了抱他，李秋平也說了幾句好話。這麼一來，誰都明白他在那個造成的小組裡算是個挺要緊的人。於艾磊演了個配角，那是個基層幹部，叫譚光明。這人管財務，他對數字和規矩看得特別重。於艾磊演得挺細，把這種較真的勁兒給演出來了。你看他記賬的樣子，眼睛盯着本子，一點不挪開。發現不對的地方，他非得指出來不可。觀眾看了就覺得這人挺實在，有股子魅力。別的方面也差不多是這樣。於艾磊演的這個譚光明，不是那種死板的老學究，他身上有人的味道。表面看這人規矩多，其實心裡頭熱乎，講感情，講義氣。鄭德成讓人查了，譚光明沒聲張，自己把賬本拿出來了，這就說明鄭德成沒事。林東福沒了，他難受，覺得可惜。後來找着媳婦了，他那高興的樣子，藏都藏不住。這些地方，於艾磊演得很細。於艾磊演戲，他鏡頭不多，可每個鏡頭都演得好。觀眾打了9.8分，這分數說明大家認他。這也能看出好演員什麼樣。演員演出了造成的事，那是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，他們演普通人怎麼幹活怎麼堅持。觀眾看戲就明白了，戲台上的人在動，他們搬東西走路說話，別的動作也有。這麼一來故事就真了。劇集播完了，觀眾記住了粵海造成的事，也記住了裡面那些人。那些人演得挺用心的。現實題材的劇大概就這樣，表演的真一點，故事講的實一點。